你知道整个宇宙里比黄金、钻石还要稀有万倍的东西是什么吗？不是什么稀缺重金属，也不是外星陨石，而是你家花盆里那块黑乎乎，甚至被你嫌弃脏的泥土。在930亿光年可观测宇宙中，人类找遍了所有星球，至今确认拥有真正意义上土的只有地球这一家。很多人可能会问，宇航员从月球抓回来的不是土吗？火星车在红沙里挖的不是土吗？真心真相可能会颠覆你的认知，那些真不是土。NASA 的科学家曾反复强调，月球上那层灰叫风化层，说白了就是被撞碎的玻璃渣和石头粉末，而火星表面的红沙是用高氯酸盐泡透的毒沙。它们看起来像土，但偏偏缺了最关键的一口气，活的那口气。看完这条视频，你将彻底搞懂3个真相。第一，宇宙里有无数石头，却唯独生不出泥土。第二，地球上的土到底是怎么被养出来的？第三，为什么说我们在火星上种菜的幻想卡在了最基础的一步？要搞懂土从哪里来，我们得先搞清一个概念，石头碎了真的不是土。在你的日常生活中，你买房子交土地出让金，去菜市场买菜看重土壤肥力，你甚至能在网购平台上买到营养土。你以为土就是地上的灰尘和沙子颗粒混在一起吗？星星并不是。从化学和物理结构上看，我们生活中最常见的土壤是以风化岩石形成的母质为基础，混合了硅、铝、铁、钙、水、气体，以及最核心的有机物与活体微生物。如果你把花盆里的土拿去显微镜下看，你会发现它就像一个极其繁忙的超级大都市。一克健康的土壤里就生活着上亿个细菌、真菌以及数不清的小型昆虫，它是有呼吸、有代谢的。相比之下，月球和火星上的所谓土，不过是宇宙暴力打碎的死石渣。但你有没有想过，45亿年前的地球其实也和今天的月球一样，全是一堆冰冷死寂的破石头。那么，第一把能够长出植物的活土，到底是怎么凭空出现的？让我们把时光倒流到45亿年前，那时的地球刚从岩浆大海中冷却下来，地表光秃秃一片，全是坚硬的玄武岩和花岗岩。接着太阳晒，雨水淋，白天温度升高，石头膨胀，晚上温度骤降，石头收缩。这就是我们中学学过的热胀冷缩。雨水顺着石头缝渗进去，到了冬天结成冰，体积膨胀就把石头一点点撑裂开。风吹着沙粒撞击岩石，像打砂纸一样把巨石磨成细微的微粒。很多人以为岩石碎了，风化成了粉末，泥土不就诞生了吗？但真实情况是，如果光靠物理和化学风化，地球磨几百亿年也只能磨出一堆像沙滩一样的死沙子。星星，看看我们的邻居水星和月球就知道了。月球没有大气层保护，白天100多度，晚上零下180度，一天之内冷热暴击。再加上几亿年来陨石狂轰滥炸，石头确实被炸成了极其细腻的微粒，细腻到宇航员踩上去就像踩在面粉里。可那是土吗？那是太阳风暴击过后绝无任何生物活性的冰冷粉末。地球之所以没有沦为一片死沙荒漠，是因为在4.7亿年前发生了一场逆天改命的宇宙奇迹。大约4.7亿年前，第一批绿色的海洋植物决定离开大海，向陆地发起冲锋。最先登上陆地的是苔藓类的祖先，它们趴在光秃秃的石头上，没有真正的根，怎么生存？它们选择把自己融化。苔藓会分泌酸性物质，一点一点去啃食和溶解坚硬的岩石，把石头里的钾、钙、磷等矿物质释放出来。最关键的步骤来了，这些植物会死，会腐烂。苔藓死后，它们的尸体被微生物分解，变成了黑乎乎的物质，这就是腐殖质。腐殖质就像一层温湿的被子，第一次盖在了冰冷的死石头粉末上。后来树木出现了，树根像坚硬的楔子一样撬开岩石深处，同时向地下源源不断的输送糖分和碳水化合物，去雇佣地下真菌。真菌帮树木从石头内部榨出养分，落叶则在地面堆积腐烂，新死尸、粪便、根系、真菌、风化石粉、水和空气在地球表面搅拌焦化了几亿年。地球上的第一批土根本不是自然造出来的，而是生命用自己的尸体和代谢物1毫米1毫米养出来的星星。为了让你明白这有多奇迹，我们来进行一次完整推演。或者地球没有液态水和适宜的大气，
第一步，岩石在风化后仅仅沦为干枯无机的沙尘。第二步，因为缺少有机腐殖质，沙尘无法锁住水分，也无法保存养分，暴雨一冲就走，烈日一晒就散。第三步，没有任何微生物能在其中繁衍，生态循环彻底断裂，最终结果，整个地球将沦为和现在的火星一模一样的红沙荒漠，绝不可能长出任何一株庄稼、一棵大树。说到这里，你肯定会想起科幻电影《火星救援》里的经典桥段，男主角用火星沙子加上自己的粪便，就在火星基地里成功种出了土豆。很多人以为只要有水和粪便，火星沙子就能直接当土用。但真实情况是，现阶段你如果在火星沙子里种菜，种子不仅发不了芽，还会直接被毒死星星。火星探测器发回的数据证实，火星土壤里含有大约 0.6% 的高氯酸盐，这是一种强氧化性的剧毒化学物质，对人类和绝大多数地球生物都是致命的。更致命的是，火星大气稀薄，没有磁场保护，地表充斥着可怕的宇宙辐射，这等于随时在给沙子进行深度灭菌。植物所需的腐殖质为0，毒性反而拉满。在地球上养出1厘米厚的能耕种的表层沃土，需要地球生态系统默默无闻的工作几百甚至上千年。你想在火星上用几桶粪便一冲就变出活土，那简直是在挑战几十亿年的地球演化史。你可能会好奇，那太阳系里其他星球真的就一点希望都没有了吗？金星、水星或者外太阳系的冰卫星呢？我们来看看金星。苏联曾发射过金星13号探测器，在金星表面撑了不到2小时，拍下了人类历史上第一张金星地表照片。那里的岩石渣是在460多度的高温、92倍地球大气压以及浓硫酸雨中烤了几十亿年的产物。你把那叫土，那简直是炼狱里的焦炭碎渣。再看看木卫2、土卫2，虽然它们有巨大的地下海洋，但地表被几十公里厚的冰壳死死封住。水、空气、岩石、阳光和生命，这5大要素根本无法在同一个地表相遇。宇宙从来不缺石头，宇宙缺的是能把死石头彻底养熟的时间与生态组合。人类花了几千亿美元去探索外太空，去寻找类地行星，但我们往往忽略了脚下这层微不足道的泥土本身就是全宇宙最奇迹的结晶星星。你每一次踩在公园草坪上，你花盆里抓起的一把黑泥，里面都沉淀着40多亿年来这颗星球上所有曾经活过死去的生命留下的遗赠。那是无数苔藓的消融，是亿万落叶的堆叠，是几亿年间微生物不眠不休的呼吸。星，它是活着的历史，是生命的轮回，是地球赋予我们最厚重的温柔星星。但最讽刺的是什么？联合国粮农组织的数据显示，人类 95% 的食物直接或间接依赖于土壤。你吃的每一粒米、每一口菜，都是在消耗这亿万年养出来的沃土。而如今，因为过度开垦、环境污染和水土流失，全球每年正在失去约240亿吨的有效土壤。地球用了几亿年才把死石头养成了活泥土，而人类可能只需要几百年就把它们重新变回一片死寂的荒漠。如果用一句话总结今天的内容，第一，月球、火星上的灰沙不是土，只是缺乏生命的死碎石。第二，地球的活土是植物与微生物用4亿多年时间与死尸养出来的。第三，土壤是不可再生的宇宙级资源，护土就是护我们自己的口粮。看完了今天的视频，假设未来你获得了去火星定居的机会，只能带1件地球上的东西作为纪念，你会选择带上一罐家乡的泥土，还是其他东西呢？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想法。如果你也对这种宇宙级冷知识与地球背后的真相感兴趣，不妨点赞订阅，这对我很重要。谢谢，我们下期见。